2024年6月3号凌晨，我心脏病发作被送到医院急救。现在将近20天过去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经历，我的一些思考和建议，以及它给我开启的人生后半场。6月2号下午我在小区散步的时候，嗓子开始灼烧，就那种感觉就像是冬天在外面跑步，嗓子被寒风呛到了一样。凌晨1点的时候症状开始加重，整个胸口到嗓子都是火烧火燎的。然后我们就觉得不对劲，立即叫了救护车。初步检查认为是 heart attack 心脏病发作，然后立即送到医院进行心脏造影，然后发现是心肌梗塞，然后就做了心脏支架手术。那所谓的心脏支架就是从这个手腕这里的血管开个口子，伸进一根线，把一个像弹簧一样的东西呢放到血管堵塞的地方，把它撑开，让血液能够流通。手术后呢，被送到 ICU 进行观察了12个小时，然后送到普通病房继续治疗观察。3天后出院回家进行康复。那发生在我身上的是 STEMI ST 段上升性心肌梗塞，属于比较严重的心梗。幸亏救治比较及时，只有很小一部分的心脏受损。那导致我心肌梗塞的原因呢，是我中了基因彩票，我有遗传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那英文是这个，简称 FH， 是一种基因病。它让我身体无法正常的把血液中的 LDL 低密度胆固醇排出体外，那这就导致这个胆固醇浓度异于常人的高，导致血管堵塞、心肌梗塞。所以我以后再次心梗的概率就会比较高。就是你可以把血管想象成下水道，我这次装了支架把它通开了，但是因为这个基因的原因，导致我身体没办法把 LDL 正常排出，而我们的身体一直在自己合成 LDL。这就像虽然下水道被通开了，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倒沙子，它迟早会堵住。那我上次体检的时候呢，胆固醇的指标比正常要高一些，但我的家庭医生跟我都不知道这是基因性的 FH， 所以呢就没有给我开药，就说继续控制饮食，持续观察。但谁都没有想到，最糟糕的结果还是发生了。那这种 FH 呢，就是单纯靠调节饮食是没有办法控制到正常水平的，因为我们的身体会持续的产生它，而我的基因呢，就是让它没有办法正常排出，所以我需要依靠药物进行调节。但很多时候这种 FH 导致的高胆固醇呢，靠常规药物依然不够，需要额外注射PCSK9 抑制剂。那3个月后复查的时候呢，医生会评估是否需要这种治疗。除了就是吃药要控制这个胆固醇呢，我还要去吃药控制这个血压，以及维护那个支架，不让它去堵塞。那我现在吃的是6种药，那可能未来会减少一些，但肯定是要终生吃药了。目前我正在家中恢复，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感到非常的疲惫，上楼都会喘，更不要说工作了。这个右手呢，因为这手术原因，暂时没有办法提重物。刚开始2周也不能开车，不过现在我已经能够进行一些简单的工作了，只是每天工作的时间和强度呢还是很有限的。7月我会去参加一个为期12周的康复训练。我相信3个月后复查的时候呢，我应该能够比较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了。那我今年38岁，那这次经历呢，让我意识到，我人生的下半段突然开始了。这个事情很突然，我到现在还在消化当中，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有想清楚。但是我可以分享的是，我现在有的2个感悟和计划。我的第一个感悟就是，经历生死本身并不会让你突然醒悟，就是大彻大悟呢，依靠的是长期的思考跟自我教育。那这是我2018年车祸的照片，一辆皮卡闯红灯，撞击到我车的侧面，导致整车报废。后来半年我都需要去接受物理治疗，而且心里有了阴影，很长时间不敢开车。那这张照片是我刚做完手术进入 ICU 进行拍摄的。那这2件呢，都是接近生死边缘的经历，但我的感受完全不同。18年那次我感到是自己倒霉、愤怒，尤其是感到一种强烈的不甘，因为当时我正处在人生的一段迷茫期。虽然我还不清楚我要追求什么，但是我知道我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有很多目标要完成，我心中有抱负，那种 ambition。 那次撞车险些让这一切还没有开始就提前结束，但是这次不一样，我没有任何之前的那种感觉，没有遗憾后悔，不觉得不公，更没有觉得不甘。就人们总说面临死亡会让人醒悟，让自己意识到什么对自己重要，什么不重要。但是这些事情在前几年我已经想得很明白了，我已经在做对我重要的有意义的事情，已经在过我想要的人生。所以人真的不需要经历生死才能大彻大悟，我们通过持续的思考和自我教育，完全可以想明白很多重要的人生课题。
那在医院治疗的这段时间呢，我整体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想太多，也没有告诉任何家人。那唯一让我感到 emo 的就是每天我都会收到频道社群里朋友给我的问候和祝福，很多人甚至发来那种很长的私信，有人怕打扰到我，就每天私信给我老婆问候我的状况。我老婆当时就感慨跟我说就是你这个家伙何德何能，能有那么多人去关心你，这对我来说就够了。所以我没什么可遗憾和不甘的。那这里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社群成员、我的观众、我的家人，以及生病期间帮助我的朋友们。那我的第二个感悟呢，就是经历生死会让死亡变得真实。那这种真实感呢，会持续的迫使我们去思考人生。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在磨难之后获得成长的原因吧。很多自我成长的书籍呢，都会教人去想象自己的死亡，然后去根据自己的感受来计划和思考人生。但这次发生在我身上的不是一个思维实验，是一个真实的体验。我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的害怕，那其实觉得也没有什么，那么多人都装了这个心脏支架，不照样活得好好的吗？然后在这个 ICU 病房的时候呢，我旁边有一位病友，就是他特别爱搭讪，他就问我多少岁，我说38，他说他也是38岁那年安装的第一个心脏支架，这次是第二次，是被直升飞机从小城市拉来抢救的。那我问他你现在多少岁，他说58。然后我心里就开始琢磨，我再次心梗可能需要10几20年，这是第一次我清晰的给自己的生命长度加了一个数字。在我出院的时候呢，医生给我解释了病情，说我是 FH， 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就觉得吃药就行了呗。等回家后1个礼拜呢，我才开始认真的去做功课，研究这个病因和以后的食谱和生活方式。我才发现原来这个 FH 还是比较 tricky 的。我意识到我后面再次心脏病发作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我的身体状况大概不会像以前一样，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都需要发生改变，我应该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去拼命工作了。然后我就开始各种推演，你知道吧？就是最好的情况我会是什么样，能活多少年；最糟的情况我能活多少年，以及这个病情可能会带来最痛苦的那种生活方式会是什么。然后我就对每一种情况呢，做了生活和财务上的预案。我甚至都在想，如果我以后再去旅行的话，我只能选择那些能够对我及时进行抢救的地点，那很多荒郊野岭我可能就彻底告别了。我知道这些计划可能在未来某些情况下看起来会觉得比较搞笑，甚至是杞人忧天，但是经历死亡就是这么真实，它会让你真切地感受到生命上的那些数字，逼迫你去思考你人生的意义，以及如何利用好剩余的时间和资源。而且这种思考它并不是暂时的，它是持续发生的。说实话，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因为各种乱查和推演，我有过几次情绪失控。这其实是件好事，因为每次情绪失控，你身体都能够清晰无误地告诉你到底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你到底要怎样过好自己有限的后半生。因为触发你情绪迸发的那个瞬间的源头，就是你想要的答案。所以，我的人生后半场要怎么过呢？首先，我要 double down 去做我现在喜欢那些对我最重要的事情。我很走运，这件事之前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线，已经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这次生命期间的几次情绪失控，让我清晰地意识到，假如我以后不能继续做我现在的这些事情，我会很难过。我喜欢写作、分享、做视频，建立给别人带来改变的社群。我还想拍纪录片、写书，认识更多的人，花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让他们能够更加幸福快乐。所以我需要 focus 在这些事情上，把那些不重要的人和事都通通排除。我只做筛选，做自己想做的，说自己想说的，吸引自己想吸引的人。第二，我要用10倍的思维去实现更高的目标。之前我在 Twitter 上发过一个推文，说如果你现在一年赚10万美金，你想要提高到20万美金，那么你需要做的就是更加努力，增加更多的工作时间。但如果你想从10万美金一年提升到100万美金，那么你就会发现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对，你不得不转换思路，寻找新路径。那发完这条推特之后，有人跟我说，这跟一本新书里的理论是一样的。那这本书叫做10倍比2倍更容易，然后我就把它买下来了。所谓的10倍比2倍更容易呢，说的是
大目标会逼迫你转变思路，寻找更加高效的方法，而不是一味的去叠加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很多时候啊，就是实现10倍的成长，反而比实现2倍的目标要用更少的时间，付出更少的努力。而这正是我需要的。我的身体和时间不允许我单纯的靠增加工作时间和强度去加倍努力实现我的目标，甚至我之前觉得我可以实现的那些目标呢，现在对我来说都成了大目标。所以我需要去改变思路，用10倍思维，用更少的时间和努力，而不是加倍的努力去做事情。那这本书也会是我们社群7月份读书会的共读书目，那我推荐屏幕前的你去读一读。第3，我需要非常有意识的去使用自己的时间和资源。那说起来有点搞笑，就是我生病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读那本 Die with Zero， 因为我想对自己跟家人更好一点，在死之前把钱全都利用掉，把我的资源花在那些让我幸福和意义最大化的那些事情上。那这本书呢，对我很有帮助的一点是，它提醒了我后面的时间是有限的，身体状况也是变化的，所以我需要根据不同的阶段去有意识的主动的把时间和钱投入到那个阶段我能做或者该做的事情上。你比如说，我还想继续满世界飞去拍片子，所以对我来说，我应该在我身体恢复后能飞行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哪怕花更多的这个成本去选择更舒服些的酒店和出行方式，都比等我以后身体不行的时候去冒更大的风险要强。同样的，我想最大化我家人的幸福，我不应该等最后给他们留一笔遗产，因为那样我就错过了他们最需要资助的时段，以及最能够让他们享受幸福的机会。所以与其考虑遗留资产，不如考虑在活着的时候把钱花在家人身上，让他们幸福，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去资助他们，在能和他们最能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让金钱的效果最大化。那在生病期间呢，我们社群的朋友 Vincent 还给我推荐了这本书，它叫做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那这本书跟刚才的 Die with Zero 以及那个10倍思维呢都有些类似，它的主题就是人们在不同的阶段呢有不同的力量和能力。我们年轻的时候依赖的那些能力，随着年龄的增加会逐渐的消退。如果我们继续坚持使用同样的能力和方式去实现目标和成功的话，大概率我们会失败。这就好像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去996，各种熬夜拼命创业，可以有无限多的新奇的想法和能量去实现，但是老了之后你就不能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拼，你的智力创造力也会减弱。所以想要在人生后半段过得精彩，我们需要转换赛道，换不同的方式实现人生的意义。虽然我的岁数还没有达到这本书里所说的人生力量的转折点，但是我这次心脏病发作猝不及防的让我开始了人生的后半段，它给了我很多重要的启发。OK， 那以上就是这次经历给我带来一些思考吧。就像刚才说的，其实我还没有完全想明白，我还在消化当中。刚才讲的这些更加是我对这件事情做出的第一反应，算不上什么太深刻的领悟和完整的计划，他们还会改变，而那些更加个人的想法和计划，我想保留给我自己。如果说我这次的经历能够总结出什么人生建议的话，我就是只能给出这几条。第一呢，就是尽早开始为自己思考，向内看而不是向外看。别人的智慧和建议会有帮助，但是在没有经过你的思考的时候，也仅仅是别人的智慧和建议。所以你需要为自己思考，而你也不需要一个所谓人生重大的时刻去逼迫你去为自己思考，因为那可能就太晚了。第二，建立足够多的安全边际，无论是健康上的、财务上的，甚至是感情和关系上的安全边际。这样当你遇到风险的时候呢，你不至于瞬间被摧毁。我很庆幸也很走运建立了足够高的财务上的安全边际，生病期间我不需要担心去上班或者丢掉工作，也不用担心以后治疗带来的经济压力。我很早之前就买了生命保险，而且买了2份，所以假如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的资产和保险能够保证我的家人们在财务上没有负担。但是显然我在健康上的安全边际不足，我之前也缺少足够的健康的意识和知识，也没有对各项健康指标能够足够的重视去做进一步的筛查。在生活方式上，这2年已经开始调整了，早起早睡，很少熬夜，饮食也在控制，每天也锻炼，但是显然做的还不够。虽然我得的病是基因彩票，但是更多健康上的安全边际能让这个疾病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更低。最后呢，我想再分享一个故事。我有一个很喜欢的 YouTuber， 他叫 Diana， 频道名字是 Physics Girl。
300多万订阅。疫情期间他刚结婚不久，人生和事业都要起飞的时候，他得了 Long COVID， 然后他一直卧床不起。我一直有在跟踪他的情况，到现在1年半了，他的恢复依然没有显著的进展。最早得知他的情况后，我还感慨真的是人生无常，但是没想到疾病也来到我的身上。不过相比戴安娜，我是幸运的，我可以恢复，我可以治疗，能够返回我热爱的事情。我会珍惜我还拥有的机会，为自己为大家创造更好的内容，只不过频率可能会更慢一些。所以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耐心，祝大家都健康，也在这里祝所有有健康挑战的人都能够早日康复。谢谢大家。